Hello， 欢迎来到娱乐八卦君。在节目开始前，请先关注、点赞，这是对我最好的支持哦。恭喜博君一肖取得这样的好成绩，在2020最具影响力榜单中，肖战第一，王一博第二，两兄弟领跑最具影响力100张面孔。2020最具影响力评选活动是盘点中国区艺人本年度流量曝光、杂志封面、商业价值等多维度进行评选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竞争，终于等到了最后的排名。由于它是综合多方面因素，6月9日发出的榜单仅仅是其中一项，是粉丝投出来的票数榜单里肖战第一，王一博第二，并且两兄弟的票数落下后面的很多，夏夏和摩托姐姐的战斗力超强，很多个榜单他俩都是第一和第二。最终结果本来公布的时间应该是6，于一些特殊因素，官方发布通告决定推迟公布，最终定在了6月22日。排名虽迟但到，10天的等待不算漫长，想着自己的爱豆可以上榜，也就觉得值得。肖战获得第一名，最具颜值影响力这个榜单很特别，他又不单单只看颜值，多维度考虑是比较有说服力的。哪怕是单单看颜值，肖战也应该有名次。对于肖战的颜，有一部分人是第一眼觉得他不那么惊艳，但看着看着就真香了。还有一部分人是第一眼就被他吸引，想要去了解他，入坑之后就不想出坑，并且他很多种风格都可以驾驭，有的衣服明明很土，可他就像是行走的衣架子，看起来很养眼。之外，他的杂志封面以及其他的榜单大都名列前茅，虽然商业价值的排名不是很高，但是其他项数据很可观，也说明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也就意味着虾虾们不能掉以轻心，即使没有以前的催促，也要做出成绩。数据不是冰冷的数字，每一次提升都是汇聚的光点，积少成多。虽然有的榜单不尽如人意，但能够有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，这也是虾虾们努力的结果。拉开那么大的差距，只能用2个字来形容，那就是绝了。第二名是王一博，有一说一，有时候一博的发型不是很适合他，他还是适合稍微短一点点的发型，太长遮挡他的帅颜。对王一博，他真的是又温暖。还记得之前请医护粉丝吃面的片段，当他撩头发把口罩拿掉的时候，不是他的粉丝也很容易被感动到，更何况是摩托姐姐，那个时候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，那就是粉他无悔，他值得。说他幼稚其实不是真正的幼稚，只是他比较爱玩爱摩托，所以玩具摩托他也不放过，像个小孩子一样玩得不亦乐乎。他的商业价值很高，3月、4月和5月都是第一名，各项排名都很可观。虽然有的距离第一名有些许差距，但是他拉开第3名很多，也是不错的成绩。摩托姐姐和虾虾都很努力在做数据，那份执着其实不是无聊，也不是闲的没事干，而是在过好生活之余来告诉他们，粉丝一直在。对于不追星的人来说，每天投票也许很荒谬，可对粉丝来说，这不仅是冰冷的数字，更是能够带给他们温暖的小精灵。而且也不需要花费很长时间，每天花几分钟时间为自己喜欢的艺人打榜送花很正常，没有人要求他们一定这样做，这是完全自发的支持。他们俩也不负粉丝的努力，肖战和王一博都是热度很大的艺人，也都获得过外界的认可，并且不断提升自己，尝试新事物。尤其是在演艺圈，2个人都有待播剧要跟大家分享。其中肖战的余生请多指教和斗罗大陆已经过去很长时间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很大面。而王一博的有匪已经杀青，冰与火正在拍摄中，2部完全不同风格的剧，也是对一博演技的考验，相信他会给大家呈上一份满意的答卷。再次祝贺他们兄弟2人取得这样的好成绩，希望在未来2位可以多多带来作品，让大家知道他们不仅是有颜值，还有实力，加油！要说当今娱乐圈哪家爱豆的流量最高，那就非属肖战莫属了。即便是最近肖战并没有什么剧和综艺播出，但沉寂已久的肖战数据却依然强势。近日他所代言的商品就在某平台上销量夺冠，成最强黑马。
肖战代言的开小灶成今年618某平台最强黑马，肖战代言零食开小灶成为最新黑马，品牌形象代言人系当红小生肖战。肖战最近一直奔波忙碌在公益事件上，预计将在某一点处开始尽全力公益爱心捐赠，不分散形式，集中力量，能力可见，爱心可赞，也难怪会有这么多粉丝粉肖战。618活动是电商圈内和网购粉们都期待和知道的节日，就在这天，肖战所代言的商品开小灶成为当天零食商品中销量最多的商品。要知道，开小灶只是个新出来的零食产品，如果不是这次肖战代言这款零食，很多人都可能还不知道这款方面又美味的零食。可见肖战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。记得年初的时候，有关肖战的负面新闻满天飞，当然这些都是假的，后面也有所澄清，很多品牌相关负责人就闻风而动的选择了换代言人，换掉肖战，选择其他代言人。现在想想，他们应该是悔到肠子都青了。不过这点也告诉了品牌方一个道理，凡事不要听风就是雨，要有自己的主观意识。作为品牌形象代言人，肯定要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明星。而就目前的百度指数上来看，肖战可谓是一骑绝尘，换掉代言人的做法可谓是错的离谱。还好肖战本人对代言丢失并没有过多的难过，表示会更加谨言慎行，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当然肖战是想和他的粉丝团小飞侠们一起努力，一起变得更好，小飞侠们一起加油。肖战所经历的这场风波已经快4个月了，肖战到底错在哪儿了？这个问题恐怕只有抵制他的人能回答出，其中热度最高的一种声音是，肖战错在没有及时制止粉丝，放任粉丝为所欲为，才会自食恶果。在被黑的前几个月，肖战一直都没有发声，如今看到肖战最新的采访，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选择沉默。因为预线之行，肖战成为了各大媒体报道的对象，并且在活动中也接受了采访。一开始采访并没有发出，过了一段时间后才让大家看到半个小时的采访内容。在采访中，肖战被问到了很多问题，和以往一样认真回答每个问题，从不敷衍。为了更好地表达出自己的答案，肖战可能会说很多，其中有关于做公益的问题，肖战为了更好地表示出自己想做的细水长流，所以就举例说了很多，比如当时肖战给出的答案包括这样一句话，比如需要捐赠，需要捐款，比如说一天捐几十块钱也好，100块钱也好，这是一个做好事的行为。肖战想更好地说明公益不分大小，自己做公益想细水长流，因为分散的力量终归太小了，聚在一起才可能将公益做得更好。可以说肖战这样的回答在大家眼中并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在一直以来勤勤恳恳抵制肖战的人的眼中就是天大的错。很快肖战就被扣上了何不是肉糜的高帽子，各种杠精出现了，人均收入才多少，根本不够每天这么捐。肖战这是又在逼迫粉丝氪金吧？明明肖战只是说了比如，不过就是随便说了一个数字做例子，大家认为数字太高了，很不接地气。那如果他说的数字低了，会不会被吐槽太抠了？动辄得咎这4个字在肖战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，他说什么做什么都是错的，而且一定会被骂。一个再正常不过的采访却成为了直黑的素材，粉丝看着这样的采访开心了好久，直黑却在这其中断章取义，提取出了一大堆肖战的黑料，稍加运作就可以推动新的风浪。看到这里就明白为什么肖战之前选择沉默了，因为那个时候不管他说什么都会被恶意解读，解成对直黑有利的意思，然后再成为新的黑料。简单来说，肖战的每一个消息都是在给直黑递刀，好的会被说成坏的，白的也能被说成黑的。再加上当时的情况，肖战宁愿挨骂也不想占用公共资源，这是他对公众人物这个身份的尊重。一场采访却为直黑提供了素材，他为什么沉默？如今还看不懂吗？肖战哪里是存在没有及时制止粉丝，分明是错在他太红了，错在他太顾及旁人的感受了。
其实很明显，即便当时他真的冲出来发声了，依旧改变不了接下来几个月被黑的命运。为了黑而黑，不过如此。